准备好了吗 ？Let's go！ 本周一，2024年巴黎夏季奥运会组委会发布了赛会标语 Ouvrons grand les jeux， 英文是 Games Wide Open， 中文媒体目前的翻译是奥运更开放，但从组委会同时发布的宣传短片来看，或许一左奥运也疯狂更加贴切。这部影片充满时尚感和使命感的骚动，除了一些往届奥运比赛的镜头之外，切入了大量法国的当代艺术杰作和法国历史上推动更加平等开放的社会运动的影像，似乎想要表达奥运的核心是创造力和激情，奥运不只关乎体育，也不应只是一场运动员的聚会，它与社会所有方面息息相关，与每个人的生活都有直接的联系，它应该被当作一个艺术项目，或像骄傲月一样被当作一场具有更广泛意义的社会运动来看待。接下来就请跟随我们来看一下影片透露了什么讯息。巴黎歌剧院穹顶是由法国60年代文化部长 André Malraux 发起，艺术家夏加尔创作的艺术项目，作为献给巴黎的礼物，正如沙嘎勒本人所说 À Paris, chose, nature, genre, éclairée de cette lumière liberté, baignée au redondis dans un bain coloré。 项目历时1年半，沙嘎勒没有收取1分钱。他在画中描绘了与其同时代和19世纪末的作曲家们在巴黎歌剧院的天花板搭建起一座音乐世界的先贤词。gargouille 雨漏也叫滴水嘴兽，是为排除屋顶雨水的管道末端特别设计的一种装饰。影片中这组取自巴黎圣母院，它并非本来就在那里，而是在19世纪兴起的哥特式建筑复兴运动中才由建筑师附加上去，成为打造中世纪神秘主义风格的一部分。拉宫的赫拉克勒斯由法国雕塑家昂多安·布厄代勒所作。赫拉克勒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和他体现出的人身上的神圣的锐气，都是布厄代勒所偏爱的。赫拉克勒斯具有人类阳刚之气的所有属性，见证了英雄式人性的诞生。Renommée du Gomex 商业女神，由皮埃尔·格拉内创作，坐落于亚历山大三世桥入口的银石柱之上。她还被认作战斗女神，因为她手中握的不是商业女神常配的修长的喇叭，而是一把利剑。艺术史学家认为，之所以改变人物的配饰，很可能是因为这尊雕塑很靠近巴黎荣军院。协和式客机由法国和英国联合研制，是时至今日世界上都极少有的超音速客机，主要用于巴黎、伦敦和纽约航线。1976年，中国还曾有意购买，不过由于制造音爆、污染等原因，最后一架协和式客机也于90年代停飞了。Les Nymphéas 睡莲，这可能是法国印象派大师莫奈最被人熟知的画作主题了。菊园博物馆的弧形墙壁上保存了他所捐赠的最后8件巨幅作品。影片中截取的场景包含其中的3幅，分别为中间的绿色倒影、左边的云以及右边的尘。L'Arche是法国观念艺术家杜尚最著名几个叛逆的杰作之一。1919年，杜尚复制了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却添加了髭须和山羊胡，并为它取了这个奇怪的名字 L'Arche， 按照法语字母的发音连起来读就变成了 L'Arche， 意思是他的屁股很性感。梵高自画像，这是梵高1889年，也就是自杀前1年的自画像。像戈雅或伦勃朗一样，梵高痴迷于自画像，一生共创作了40多幅，这幅是最有名的几幅之一。画中梵高没有早期作品中表现得那么悲壮，他通过冷色调来展现精神上的尖锐和内心的骚动。我们可以隐约看到那股最终让他走向疯狂的力量正在他的血液中蔓延。凡尔赛城堡皇家栅栏门，凡尔赛城堡大门的栅栏上镶有10个网格状装饰壁柱，那是法国历史上太阳王路易14特有的标志。我们曾在法兰西为什么被称作浪漫之国的系列中介绍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屏幕右上角的链接观看。整个面具以太阳的形状为底，嵌有法国皇室的象征百合花、圣灵骑士团的颈圈以及皇冠、权杖和正义之手。1984年洛杉矶夏季奥运会的奖牌，以苏联为首18个国家联合抵制了这届奥运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在抵制的队伍中。继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后，中国第2次参加奥运会，也是第1次大规模组团参加。
徐海峰在射击项目中摘得该届赛会首金。洛杉矶奥运会也是首次由民间筹集资金举办的奥运会，主办方将奥运会进行全面商业化运作，最终实现奥运历史上第一次盈利。Alexandre Mazia 2021年获得米其林3星评级的法国厨师，同时也被同行评为年度最佳厨师。70年代初，法国女性主义游行打出标语 Nous ne sommes pas des poupées。 Simone Veil 法国著名女政治家，曾担任卫生部长，1974年推动通过自愿终止人身法案。她于2017年去世，被施以国葬，棺椁入住象征法兰西共和国精神的圣地先贤祠。Okuda San Miguel 西班牙当代超现实主义艺术家，2017年为庆祝法国申奥成功设计了一座跳水台，坐落于亚历山大三世桥，有12和17米2个高度的跳板，参与者可以从这里以如此浪漫的方式投入塞纳河的怀抱。La Traversée 穿越塞纳河是在巴黎举行的一项特别的民间体育活动，通常在每年9月17和18号举行。参与者操纵独木舟、皮划艇、龙舟等微型船只，沿塞纳河横穿巴黎。Fleuve de Net Melodie 是一句拉丁语，作为巴黎市的座右铭，意为巨浪击打却永不沉没。这句铭文在1853年正式成为巴黎的精神代表。2015年，法国讽刺漫画杂志社《查理周刊》遭遇恐袭后，巴黎人走上街头，将这句话贴满大街小巷，以宣示不向恐怖主义低头。这段影像便是当时巴黎市民在共和国广场上游行的场面。La liberté guidant le peuple 自由引导人民是浪漫主义领袖 Eugène Delacroix 在1830年创作的一幅油画，是对1830年7月巴黎革命虚构的再现，表达了德拉夸鲜明的政治立场。尽管他在那场革命中未放一枪一弹，他为资产阶级代言，宁愿选择君主立宪，也不想建立共和制度，因为他认为真正重要的首先是政治自由、思想和言论自由，而非绝对的社会平等。Mai 68 1968年法国5月风暴事件，那是一场持续7周由学生发起的社会运动，期间还出现大量工人罢工和游行，学校和工厂被民众封锁，达戈勒秘密逃往德国，造成政府运作几乎瘫痪。Tour de France 环法自行车赛于每年6月底开赛，它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自行车赛事之一，也是宣传法国和周边国家的旅游观光片。赛事会在7月末的一天以巴黎为终点结束，最后这天选手们要绕行凯旋门，然后在香榭丽舍大道上完成冲刺。Serge Gainsbourg 是一个曾经让法国人又爱又恨的明星，活跃于20世纪70和80年代流行乐坛，对女性不论是名人还是普通追星族都有难以抗拒的诱惑力。他放浪不羁，狂妄自大，从不对任何欲望说不，对来自艺术评论界的批评置若罔闻，却拒绝收敛对政府的抨击讽刺。我有一种感觉，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主办方似乎想要在奥运这碗浓汤中加入一点新调料，一些能够散发法式大餐独特香味的元素。Serge Gainsbourg 那种亦正亦邪、无拘无束的态度，为他们提供了可被提炼的精华。另一方面，自由、理性和博爱本就不是风花雪月，而是从激烈冲撞、热烈博弈以及浓烈情感中蒸馏成型。法国文化的历史本身就是很好的写照，它的浪漫也正源自于此。再让我们看一下2024巴黎奥运会的会徽，一张性感又倔强的女孩子的脸，她的轮廓是不是很像甘斯布和成名曲《蜡像娃娃》的演唱者，当时年仅18岁的 France Gall 呢？我想是的，因为那也正是现在法国最想回到的状态。放轻松，重上路。我们是 Dr. Kupo， 下次见。